这是火箭最满足的笑容。看着眼前不敢出杆的艾伯顿，现场球迷都劝他胆子大一点，而无计可施的大魔王干脆交出球杆：“你行你来打。”这是2012年世锦赛首轮。回望2005年世锦赛，火箭被折磨得上蹿下跳，还有现场睡觉的经典名场面。7年后的火箭终于打通了任督二脉，用魔王最擅长的防守，让魔王无路可走，这才是真正的杀人诛心。这杆母球虽然没能藏到咖啡球身后，但这个完美的后斯诺用来对付艾伯顿还是绰绰有余。导播，这个特写必须加俩鸡腿，毕竟艾伯顿25次的极限运杆早已经是魔功的最高境界，估计每打一场比赛，左手都要换一层新皮。回防线路被粉球完美截停，而且左侧红球直接大漏，但是艾伯顿丝毫不慌，因为现在的局面基本没有连续得分的可能。打进粉球，火箭留了一个非常舒服的角度。上一杆没能藏到咖啡球身后，这次他再也不会心软。完美到爆炸，就这么一颗半球的位置，母球硬生生的挤了进去。如果火箭一门心思要打防守，那这几10年的台台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感受折磨。确实难度不小，艾伯顿第一杆偏差的有点多，但是庆幸的是红球都很安全。火箭巡视一圈江山，选择让裁判复位重解。艾伯顿的魔功也正式上线，但是今天火箭却一反常态，丝毫没有任何着急的感觉。果然，对付魔王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知道自己完全不受影响。第二杆的调整仍然不够，火箭已经躺赚8分。好球！仅仅2次尝试后顺利拿下，并且零敲碎打的追回了一分。而下一局的火箭仍然气定神闲，就是要用防守彻底击溃艾伯顿的内心。还是这个熟悉的配合，一杆不算完美的后斯诺，显然不能让火箭满意，但招不在狠，实用就行。此时右侧红球是有回防线路，但是选择贴球无疑性价比更高。火箭的脚步几乎和母球同时停下，他是万万没想到，过于小心的艾伯顿又送上4分大礼，确实没有留下任何进攻机会。火箭转了一圈，还是回座位继续看戏。现在反而是艾伯顿心态炸了，火气上头的他也顾不上继续磨球，出杆速度明显加快了不少。还是不敢发力，简单的贴球连续失误2次。现场的球迷问他是不是没吃饭，艾伯顿无语的交出球杆：“你有力气你来打。”休息区的火箭露出了满足的笑容。2005年所受的折磨，今天终于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第3杆必须要解到了，不然这一局会被直接判负。艾伯顿扶着锃亮的美人，心想噩梦终于可以告一段落。但是火箭这才刚刚上演，必须接着安排防守，继续看戏。俗话说物极必反，这一次回防线路全被锁死。狗急跳墙的艾伯顿决定孤注一掷，这对组合球就是要大力出奇迹。其实艾伯顿刚出道时，长发飘飘也是出名的快枪手，而这样犀利的进攻也是他年轻时的标志。不过逝去的岁月终究无法重现，接下来又是无聊的魔球时间。最终火箭10比4拿下了这一轮的胜利。塔布明明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笑容，却召唤出一个天神下凡的火箭。本局堪称恐怖的表现，直接给年轻的墨菲打出心理阴影。第一个难题，白球没能避开黑球，此时的火箭3比5落后。
还是墨菲的赛点局。现场解说已经很自信地画出了防守线路，因为在这种只要失误一杆就要淘汰的情况下，没有人敢去拼粉球底袋。但是很显然，火箭有不同意见。太霸道了，不仅敢拼，而且还有实力打进。越是困境，就越是凸显火箭的超级大心脏。但是难题还没有结束，白球已经基本贴库，只有一颗超大角度的红球中袋。这个难度比塞大师思考6分半那颗还要大。火箭几乎没有考虑，直接趴了下去。老天爷呀，这也太夸张了！这一颗足以劝退绝大部分选手。火箭的脸上却毫无波澜，好像在说这不是有手就行了。这个男人实在是太吓人了。剩下的红球越来越难，火箭看了一眼积分器，至少还要吃掉2颗红球才能超分。真细腻，打黑 K 红，一杆救活了底库的2颗红球。球场上只要有塔布在，火箭就没有极限。年轻的墨菲是真的嫩，水灵水灵的。这个时候已经解锁世锦赛冠军，是805虎最早的世界冠军。打进黑球完成超分，剩下的红球都是半贴库。但是看火箭的动作，好像没有停下的感觉。漂亮，轻点一杆叫到左侧的红球，准备换上左手，左手也是空心入袋。发力的4登，强行 K 球，太硬了。火箭这个松弛的状态，感觉根本就不是在对手的赛点区，这也完全没把墨菲当盘菜处理啊。导播一直把镜头切给墨菲，当年和丁俊晖被誉为2大神童，都是出道即巅峰的存在。本场比赛墨菲也是表现不俗，5比2大比分领先进入赛点，但是火箭后程发力，直接一个无情4连鞭给后背上了一课。看得出来导播很喜欢墨菲，火箭只要不在击球的时间，画面就切给了墨菲。碰上火力全开的火箭，谁来都没用。郁闷的墨菲也是无奈，既然没有球玩，那我就玩玩自己的肉吧。丝滑无比的4分钟结束战斗，看火箭打球，斯诺克真的太简单了，我又觉得我行了。手痒的朋友赶紧一起打2杆吧。这是火箭最拼命的147，绝对没有之一。仅只是刚打进粉球，他竟然罕见的飞拳庆贺，因为就在这杆147的前，隔壁桌的马瓜尔都没有心思自己比赛，眼神一直瞟向火箭这边。Let's break. That's just his concentration. Gotta get past. 更加过硬，这疯狂的心跳，感觉自己都年轻了不止20岁。打进粉球，火箭